你曾经看着食谱做过点心吗？翻开食谱，你可能会看到制作饼干需要面粉、奶油、砂糖、小苏打粉等原料。其实化学反应的进行也可以写出类似食谱一样的化学方程式，从中可以知道反应需要哪些反应物，以及会产生什么生成物。不仅如此，如同做饼干，每种材料需要特定比例，以及要用什么温度烘烤。在化学方程式中，我们也能知道反应物与生成物间的特定比例，以及是否需要加热，或是物质的状态等条件。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来看看如何写出一个完整的化学方程式吧。刚刚的饼干食谱中有提到小苏打粉，生活中常见的小苏打粉其实就是碳酸氢钠。当碳酸氢钠加热时，会产生碳酸钠、水及二氧化碳。要如何将这个化学反应写成方程式呢？在化学方程式中，我们以箭头表示反应进行的方向，箭头左边为反应物，右边为生成物。若反应物与生成物不止一种，会以加号连接。在碳酸氢钠加热产生碳酸钠、水及二氧化碳这个反应中，碳酸氢钠为反应物，加热后的生成物为碳酸钠、二氧化碳及水。我们先用化学式来表示，并将反应物放在箭头左边，生成物放在箭头的右边，就可以写出方程式。不过，只写出反应物与生成物还不够完整，有些化学反应过程需要特定的反应条件，可以在箭头的上方或下方加以注记，例如温度、压力、加热等。另外，有些反应需要添加催化剂，也会将催化剂标于箭头的上方。一起看看下面的例子吧。在刚刚提到的例子中，反应需要加热才会进行，所以可以在箭头上方写上三角形的符号，表示反应需要加热。而我们熟悉的双氧水分解产生氧气和水，需要二氧化锰当催化剂，这时会在方程式的箭头上方写出催化剂。另外，如果要表示方程式中哪个物质为固态、液态或气态时，会在化学式的右侧标上物质状态的英文缩写。固态的英文为 solid， 取字首标示为 S； 液态为 liquid， 标示为 L； 气态为 gas， 标示为 G。而水溶液 aqueous solution 会标示为 AQ， 酒精溶液 alcohol solution 则标示为 ALC。 所以回到刚刚的例子中，固态碳酸氢钠加热会产生固态的碳酸钠以及水蒸气与二氧化碳，就可以这样表示它们的状态。而有些时候，当化学反应有气体产生时，会在化学式右侧以向上的箭头表示产生气体。以双氧水分解产生氧气与水为例，可以在氧气的化学式右方加上向上的箭头表示产生气体。如果反应是在水溶液中产生沉淀物，则会以向下的箭头来表示。例如，碳酸钠和氯化钙反应会产生碳酸钙沉淀，可以在碳酸钙右边画上向下的箭头来表示。现在，我们的化学方程式看起来已经应有尽有了。不过看看箭头左右两边，好像还有哪里不太对劲。有发现左右两边的原子数量是不一样的吗？例如，左边反应物只有1个钠，但右边生成物却有2个钠。左边只有3个氧，右边却有6个氧。还记得化学变化的特性吗？当物质间发生化学变化时，原子会重新排列组合，产生新物质，但原子不会凭空消失或凭空出现，因此反应前后的原子种类以及个数是不会改变的，会遵守质量守恒与电荷守恒，所以反应前后的原子以及电荷数也会是相同的。因此，如果观察发现方程式左右两边原子数量或电荷不同，
代表方程式还没有平衡，需要调整反应物与生成物的系数，让方程式左右两边的原子数量与电荷数相同，来平衡方程式。观察后可以发现，将左边碳酸氢钠的系数调整为2，两边的原子种类与个数便会相同。同样的，观察下一个方程式，将左边双氧水系数与右边水的系数改为2，就可以完成平衡。在接下来的课程，我们还会深入了解平衡方程式的方法，像是常用的观察法以及代数法哦。首先，反应物氮气与氢气写在箭头左边，生成物氨气写在箭头右边。接着标上系数，氮气系数为1，可以省略不写。氢气的左侧标上系数3，氨气则标上2。另外，因为氮气、氢气与氨气都是气体，所以在化学式右侧加上括号及小写的 G，表示为气体。最后将实验室所需的催化剂铁以及反应条件500度 C、350大气压，或以英文缩写表示为350 atm， 写在箭头的上方与下方。这样一来，我们的化学方程式就完成啦。到了课程尾声，帮你做个小整理。化学方程式的表示方法中，左边是反应物，右边是生成物，以箭头连接表示反应方向。反应条件如加热、温度、压力及催化剂，可以在箭头上方与下方标示。物质状态则以缩写代号写在化学式右侧。最后，反应前后原子总数不变，需在化学式中标上系数平衡化学方程式。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与我们讨论哦。